有一座城装着中国人的饭碗，也装着抗战的命脉，它就是长沙。湖广熟天下足，自古以来两湖平原的万顷良田养活了大半个中国，更撑起了抗战大军的粮袋子。长沙作为湖广腹地，扼守着华中咽喉，日军深知攻下这里便能就地取粮，以战养战，更能将南北两路的日军连成一片。自1939年到1941年，信心满满的日军两度扑向长沙，却都铩羽而归。但中国人知道，这头饿狼不会善罢甘休。1941年末，珍珠港的硝烟未散，日军的魔爪又伸向了香港。为防中国守军南下驰援香港，日本第11军对长沙发动了第3次进攻。按照大本营的计划，这只是一场佯攻，牵制住中国军队就够了。可指挥官阿南惟几却好大喜功，要闻票大的，试图一举歼灭中国军队在南方的有生力量。为此，日军一共出动了23个步兵大队、8个山炮大队，总兵力约有6万人，其中有2支最凶狠的王牌主力。第3师团自1873年成立以来，参加过甲午战争、日俄战争，日本近代所有的侵略战争几乎都有它的身影。第6师团为日本的常设甲种师团，曾制造了济南惨案，也是南京大屠杀的头号元凶。该部队的兵员大多来自九州熊本，那里穷山恶水，民风彪悍，当兵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。日军内部就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：天下日本兵第一，日本九州兵第一。更棘手的是，第3师团还藏着一把尖刀——加藤素一大队。这支神秘部队个个都是精挑细选的杀手，专门干斩首一类的勾当。一旦战局焦灼，他们就会乔装潜入，直取敌军的指挥部。手握如此强悍的部队，加之第2次长沙会战中曾重挫中国守军的辉煌战果，现在的阿南惟几信心爆棚，哪里还管什么大本营的命令，一心只想着拿下长沙。就在阿南惟几磨刀霍霍之时，他的老对手薛岳也沿着新墙和汨罗江、浏阳河一带修筑了层层阵地。第2次长沙会战后，虽然中国对外宣称取得了胜利，但薛岳心里清楚，这一仗既没有消灭日军主力，也没有缴获什么像样的战利品，自己的王牌第10军还差点被日军全部歼灭。憋了一肚子气的薛岳，这回非要报仇雪耻不可。他火速调兵遣将，一口气增加了12个师的兵力，共计有30万大军。虽然兵力和之前相当，可上次是临时拼凑，兵力零敲碎打的投入，被日军个个击破。而这一次薛岳有了充足的时间从容布局，经过前2次血战的经验，他对怎么守长沙、怎么打日本人已经是成竹在胸。1941年12月19号，日军第3师团率先对新墙河发起猛攻，第3次长沙会战自此拉开了序幕。对岸的中国守军早构筑了一道纵深6公里的防线，砖石结构的碉堡星罗棋布，战壕四通八达，阵地前沿布满了铁丝网，各个渡河要点都被多层工事的交叉火力死死封锁。可这些看似坚固的防线，在日军密集的炮火下瞬间土崩瓦解。中国守军在日军的猛轰下连头都抬不起来，仅仅坚持了2天便被迫撤退。这一交手让阿南惟几更加确信，中国精锐也在此前的会战中被消耗殆尽，取长沙如探囊取物般容易。就在阿南惟几得意忘形之时，薛岳的杀手锏正蓄势待发。薛岳深知日军配备了先进的重炮和坦克，靠将士们拿着轻武器去冲锋搏杀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因此早已命工兵将新墙河到长沙的道路尽数破坏，全部化为泥田。过河后，日军的重炮坦克通通成了摆设，根本无法通行。更加依赖道路的后勤部队每天累得精疲力尽，却还是远远落在后面，无法为前线部队及时提供补给。好巧不巧，恰值初冬的湘北天色忽然骤变，先是瓢泼大雨倾泻而下，紧接着又转为漫天大雪，气温在短短的数小时内骤降至0度以下。若是单纯的积雪，日军尚可勉强行军，但这种雨雪交加的天气使本就泥烂的路面更加不堪，日军每走一步倒拿出吃奶的劲。如此一来，步兵只能携带着山炮单独推进。可日军所穿的皮鞋多为猪皮制成，比牛皮更容易吸水，走在这泥田里，要么胀作一团，要么陷入坑中不能自拔。
这时早已埋伏好的中国守军便会伺机突袭，而中国守军依托着工事阵地生火取暖，避开了风雪侵袭，天时地利化作了中国军队的重重防线，很大程度上延缓了敌人的推进速度。随着雨雪消停，天空放晴，日军于12月29号再次击败中国守军，通过浮桥渡过了汨罗江。此时香港已经沦陷，按照大本营的作战计划，负责牵制任务的阿南惟几本该收兵回营，可他贪功心切，眼看长沙只有一步之遥，又怎会舍得放弃？12月底，日军第3师团一马当先，从浏阳河涉水而过，向长沙外围阵地发起猛攻。表面上看，中国守军节节败退，溃不成军，实际上日军正一步步走向那个深不见底的口袋，这就是后来名噪天下的天炉战法。薛岳深知长沙自古为四战之地，周遭均为丘陵平原，无险可守，如果在新墙和汨罗江等正面防线上和日军死磕，势必要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。所以薛岳命各部能守就守，扛不住就让开阵地，有序地撤退到东边的幕府山中深藏起来，再采取侧击、伏击、尾击等战法突袭日军，破坏他们的后勤补给，一点一点消耗敌人的实力。这几百公里的纵深地带就像一座巨大的熔炉，日军越往里走越受煎熬。待敌人锐气耗尽之时，再引诱至长沙这个炉底，集结重兵，一举歼灭。也就是说，长沙才是这场战役真正的决战之地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很难。就像第一次长沙会战，一路凯歌的日军很快醒水，立马抽身退步，脱钩而去，让兴师动众的薛岳在长沙空等一场。所以这一次，中国守军学会了小心谨慎的诱敌深入，既不让日军太过顺利察觉到陷阱，一方面且战且退，时不时进行一下顽强的抵抗，让日军尝到甜头，又舍不得放手。另一方面，故意示弱，把精锐主力藏在幕府山中，正面战场只摆一些疲兵弱将，让敌人觉得有利可图。最关键的是，作为诱饵也是炉底的长沙必须要扛得住，因为要等日军大部队陆续进入口袋后，外围的中国守军才能发动包围，否则贸然一下扑过来就把日军吓跑了，又或者炉底扛不住被日军捅穿了，整个战法将功亏一篑。负责守卫长沙的第10军共有2万人，一接到任务，他们便清理了所有的街道，修筑了钢筋水泥碉堡，包括民房也被一一拆除，改造成了火力点。李义堂把部队仅有的重炮全部搬上了长沙西侧的岳麓山，并要求炮兵们提前测量城内所有的阵地、街道和建筑，用数字代码详细的标注在地图上。这样一来，作战的时候便无需瞄准，只用报出代码便能准确的命中目标。为躲避日本的侦察机，炮兵们在岳麓山上挖坑藏炮，再用树枝草皮覆盖伪装。从空中看去，全然一片普通山坡。日本侦察机多次飞过，也没有发现山下竟藏着这些威力巨大的钢铁猛兽。为激励士兵们死战到底，军长吕义堂甚至把司令部搬到了城郊的前沿阵地上，要与将士们同生共死。一切准备就绪，长沙这个炉底已经烧得通红，就等着日军来自投罗网。12月底，日军如潮水般涌向长沙郊外。从地图上看，日军沿着捞刀河、浏阳河一路过来，不打城北就打城东。中国守军自然把防御的重心全部放在这2个方向。不料日军第3师团却另辟蹊径，突然从城南发起进攻，企图将中国守军压缩在城区和江水之间，围而歼之。1942年1月1号清晨，20多架日机对城南进行轮番轰炸。趁着烟尘的掩护，日军第3师团向城南发起猛攻。外围第一线的中国守军仅有1800人，几小时下来便伤亡大半，阵地全线崩溃。方先觉立即派猛将葛先才赶赴前线，将攻势凌厉的日军一步一步地引入城中打巷战。随着防线收缩，中国守军的火力更加集中，配合众多的碉堡攻势开始发挥威力。日军的380步枪加上刺刀长达166厘米，在开阔地带往往能率先刺中中国守军，可在长沙狭窄的小巷里，这么长的刺刀却处处碰壁，根本施展不开，所以在近战搏斗中屡屡被我军砍杀。眼看久攻不下，黔驴技穷的日军一个个身上绑着手榴弹，疯狂地冲过来，与中国守军的碉堡同归于尽。
葛贤才看到这一幕，怒火中烧，不就是玩命吗？谁怕谁？稍不多时，一个高唱着黄埔校歌的中国士兵拿着手榴弹冲向敌人，拼到最后，葛贤才的整个团只剩下了80多人。他一边点名，一边流着泪说道：“这次老子要到阴间去做团长了。”1月3号，日军第6师团杀到城北，和第3师团将长沙围了个水泄不通。面对4万精兵，中国的2万守军压力骤增，失守只在片刻之间。就在此时，岳麓山上的炮兵阵地开始发威。这些可不是普通的山炮，而是苏制野战炮，其口径为76毫米，射程高达8500米，能在500米的距离内轻松击穿56毫米的钢板。随着密集的炮弹倾盆而下，数万日军被炸得连头都抬不起来，一时间尸横遍野，死伤无数。之后随着日军后续部队的到达，他们重新组织起了更猛烈的白刃冲锋。双方厮杀扭打在一起，岳麓山上的大炮为防误伤，不敢贸然开火。而日军的单兵作战能力远超中国军队，不少老兵能一边匍匐前进，一边射击，加上机枪的压制，对突破防御工事十分有效。而日军从日俄战争之后，已经很少使用集团冲锋那种送死的战术，而是5、6个人一组，以轻机枪为核心分散突击，这样既能有效规避中国军队重机枪的火力，又能将杀伤效果最大化。渐渐的，凭借兵力和战术的双重优势，日军开始占据上风。经过疯狂的进攻，他们终于突破了外围防线，攻进了长沙城。当日军沾沾自喜之时，却想不到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战前，第10军在城北城东构筑了一层又一层的连环式地堡，越往里面越密，强度越高，彼此构成了全方位的交叉火力网。更绝的是，许多地堡完全是修在民房里，射击孔开在墙根处，这样就算日军把房子炸塌了，也很难伤到中国守军，残砖废土反而还给掩体增加了厚度。日军攻入城里后，立即受到守军各个角度的火力攻击，一时间死伤无数。由于道路泥泞不堪，日军携带的重武器较少，无法对地堡实施破坏性轰击。日军也曾试图夺取制高点，以摆脱截击部队和地堡火力的双重打击。可当日军爬屋登高时，中国士兵一样顺楼而上，与其展开激烈的对射。几天的激战下来，日军苦战无果，只好固守待援。眼见久攻不下，阿南惟几决定拿出终极杀手锏，派加藤素一大队去执行斩首行动，直接端掉中国军队的指挥部。是夜，加藤素一带着精挑细选的死士潜入长沙城。当遇到中国前线哨兵的盘问时，他信心满满的打了个口令，表明自己是司令部的人。话音未落，哨兵抬手就是一枪，加藤素一当场毙命。原来第10军早把指挥部搬到城外去了，城里根本没有司令部。这位日军引以为傲的王牌杀手，估计到死都想不明白自己是怎么露馅的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中国守军从加藤素一身上搜出了一份绝密电文，得知日军内部的弹药严重不足，急需补给。薛岳看这份电文，嘴角闪过一丝冷笑，围歼的时刻终于到了。这正是王牌特工来偷袭，返程快递送军机。长沙城下，胜利的天平开始向中国守军倾斜。此时的日军已是强弩之末，几天的激战下来，不仅伤亡惨重，毫无进展，后勤补给线也被幕府山里的中国军队彻底切断，只能靠天上偶尔掉下来的空投苦苦支撑。更要命的是，中国军队的30多个师正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，对长沙形成了一个球形攻势。其实早在元旦那天，阿南惟几就通过无线电监听得知了薛岳要合围日军的作战计划，但这个狂妄的家伙根本不相信中国还有足够的兵力来包围自己。可几天下来，长沙外围的中国军队越聚越多，像铁桶一样把日军围得水泄不通。彻底绝望的阿南惟几于是在1月4号夜里咬了牙齿下达了全军撤退的命令。次日，日军拼命奔向浏阳河，欲东渡逃生，可桥梁早被炸毁，渡口也被我军占领。面对密集的火力封锁，日军困兽犹斗，发起了疯狂的强渡行动。激战持续到5号下午，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终于逃过了浏阳河。就在他们以为脱险时，中国军队从侧后杀到，日军的辎重连队瞬间陷入重围，遭到全歼。
随着包围圈越收越紧，被困在捞刀河、浏阳河之间的日军进退两难，整个湘北大地都成了日军的坟场。中国军队遍地出击，逢桥必炸，遇路必毁，专门围猎那些落单的小股日军。从捞刀河到汨罗江不过50公里的路程，但在中国军队的围追堵截下，日军却足足走了1个星期，每一步都是地狱之旅。直到14号，奄奄一息的日军大部队才拖着残躯逃过新墙河，滚出了包围圈。至此，第3次长沙会战落下了帷幕，中国军队大获全胜。此役中，按照双方的战报，中国军队的伤亡约为28000人，两边的统计基本一致，但日军的伤亡数字却相差悬殊。中方统计日军的伤亡人数为5万多人，什么概念呢？来了6万，死伤5万，伤亡率高达80%。说实话，这个数字连蒋介石自己都不信。而在日方的战报中，日军的伤亡仅为5400人。考虑到日本高层一向喜欢粉饰战果，掩盖失利，对己方的伤亡常常轻描淡写，甚至完全不报。结合战况过程，日军的实际伤亡估计在1万左右。要知道，此时的日军仅仅用了10个师团，便横扫了整个东南亚，英美的30万大军被打得节节败退。而此次进攻长沙的有第3、第6师团，都是日军王牌中的王牌。中国军队能打出3:1的战损比，已堪称奇迹。第3次长沙会战的大捷，也标志着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，盟军在战场上首次取得胜利。